大家好，这是我们自行车新栏目的第3期。这一期我们讲一下新冠对公共交通与骑行文化推广的影响。疫情应对策略的切换背后，一定是无数产业的荣辱兴衰。先下个结论，未来几年地铁的客流量将面临其他交通方式的有力分流，小型两轮交通工具有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疫情下，未来城市交通格局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更符合未来健康的出行趋势呢？在未来城市交通变化的过程中，防止重复感染的安全性尤为重要。毕竟谁也不想每隔几个月就躺在床上做一回痛苦的40度小洋人。想要判断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更安全，更不容易让自己阳了个阳，有3条准则。先是要避免和其他人接触，保持一定距离。基本所有跟公共共享挂钩的交通方式背后都有着更高的感染风险。其次，尽量在露天环境下保持与外界空气的流通，因为密闭空间不利于气溶胶中病毒浓度的降低。最后，交通工具也要尽可能的迅速便捷，从效率之外的角度出发，这样减少了出行过程中暴露的时间和感染风险。根据这3条准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交通工具的排行榜，感染风险从高到低列为公交、地铁、私家车、步行、电瓶车或自行车。公交是各种出行方式中感染几率最高的，这跟公交较为闭塞的运行环境脱不开干系。往往几个感染者通过薄口罩咳嗽几下，挡不住的病毒小颗粒又能带走一车。一旦打开窗子，空气是流通了，但也变得冬冷夏热，如同酷刑。无论从安全出发还是体验出发，公交都不是一个出行的最好选择。地铁其极大的人流量注定了要变成病毒传播的一个毒窝。各个城市的1号线每逢早晚高峰如沙丁鱼罐头一般，自然也躲不过病毒的侵袭。地铁上需要思考的绝对不是有没有阳，而是有几个阳。之所以安全性优于公交，是因为地铁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定时定点对车厢、卫生间、电梯等场所进行消毒，同时新风系统会保证地铁站内空气的流通。而低线城市的公交车连每天对座位消毒或许都不现实。有资料证明，在合适的温度下，新冠病毒可以存活最长的5天时间。公交、地铁的扶手座椅都有可能残留病毒，在乘车过程中难免会与这些物体产生接触。平时乘坐这些交通工具，最好还是要养成酒精洗手液不离身的好习惯。再比如这次春运回家，我依然看到了高铁上有人穿防护服。其实从人们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到，公交系统的高风险还是在很多人意料之内的。前段时间各地疫情迅速发展的时候，因为官方数据统计失灵，各种各样的数据都被拿来判定城市是否达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各大城市地铁的客流量。当疫情达峰的时候，人们要么阳在家，要么也不敢乘搭地铁出行了，地铁的人流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客运量只有平日的20%不到。我们看日本相关的研究员有一个观点也比较有意思，其实即使是绝大部分人阳过后，地铁客流量永久性损失也不可避免。以2019年地铁年度日均客运量为基准，北京、上海、广州3年来未曾有1年超过当时的高点，年度日均客运量普遍打了个5到7折。2023年之后的日子也很难乐观起来。不同的是，原来是在躲假想阳，这回是真的在躲阳了。其实海外很多地方也可以为未来的我们提供一个参考。大洋彼岸躺了快3年的美国，纽约地铁客运量在22年11月也才恢复到疫情前的2/3。旧金山、芝加哥、费城、波士顿的地铁系统无疑能达到新冠爆发前的客运量。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开车上下班。在与我们同文同种的中国台湾地区，2019年也成为了捷运系统无可企及的高峰。现在疫情已经趋于稳定，客运恢复后也是在2019年高点的60%左右。按照其他地区的经验来讲，国内地铁人流量的复苏差不多到现在就要到顶了。既然以地铁为代表的公共交通方式在未来的复苏会被一层玻璃天花板所限制，那么原本选择公交、地铁的人们又会选择什么样的通勤方式呢？其中很多人以后会选择开车上下班，在早晚高峰加入堵车的长龙。但目前国内很多大城市摇号限行，停车一个比一个痛苦。前几天新年的时候，我开车跑出去玩，老城区你敢停车，交警就敢拖车，目的地旁也根本没有开放的停车场，街边一排一排的车窗都贴着交警的罚款单，更别提很多人根本摇不到号，连挨罚的资格都没有。更多人则是尝试以电瓶车或自行车的方式出行，电瓶车和自行车都可以有效与人群保持接触距离，从出发点到目的地2点一线，不会有过多的停留，甚至比起地铁来还要快上一些。一路上和人也没有什么接触，自然感染风险就被降到最低了。和公共交通相比，也是通风透气到了极致，能够最大程度避免交叉感染。购买一辆属于自己的2轮车，也许是不给城市添堵，也不给自己添堵的好选择。电瓶车在中国就是极致效率的体现，无数外卖小哥骑着它穿梭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但电瓶车虽然便宜高效率，却有着塑料质感的外壳和臃肿沉重的车体，也号称是城市交通规则的头号破坏者。私自改装以及小作坊粗制滥造的廉价锂电池，让它成为了各种火灾事故的常客。而电池更安全的电瓶车又一点都不便宜，该说是真的1分钱1分货。铅酸电池和锂电池差异性能极其大，铅酸电池重、容量小、寿命短、冬季不耐冻，
预算许可下，大家购买的时候还是要尽量选择原装锂电池的电瓶车。相比电瓶车，自行车凭借帅气十足的外形和自由惬意的骑行方式，再次重回舞台中央。去年疫情百业萧条，但很多自行车店中高端自行车却纷纷卖断货。像是小布的某些系列，在闲鱼上较稀有材质和漆色能炒到10万元，堪称新一代理财产品。不久前，我跟骑行队伍里的老哥也都聊了聊，发现大家普遍是近几个月才入坑，化成公路党的。另外，自行车具有更强的社交属性，大家对自行车真实程度都会比电瓶车要更高。在与车友的交谈中，我发现大家骑行最中意的点便是自由，骑上单车便无所不能，可以短暂的逃离工作与生活的纷纷扰扰，用旅人般的视野重新发现一座城市。当风吹拂头发，自己也融入其中，这是一种超越多巴胺的快乐。且现在自行车和两轮电动车都已然是疫情时代城市通勤最佳方案。对于这两者的选择，没有谁优谁劣，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出行需求来就好。不过相比于电瓶车，自行车的出行范围的确很受限，普通人的骑行半径仅有5到15公里，上坡时很有可能运动过度将心率拉爆，免疫力短暂下降，更容易感染不说，即使已经康复有过抗体，也要考虑循序渐进的恢复运动量，避免诱发心肌炎。在疫情反复爆发的大背景下，追求更加均衡可控的运动强度才是对健康的负责任。这可能又是e-bike电助力自行车的新优势。前2期我们与宇宙电动共同做的行业科普有讲过，e-bike电助力自行车近几年在海外市场十分流行，原因很简单，老外们发现这玩意真的香，帮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里去到更多更远的地方的同时，原汁原味的保留了自行车运动的爽快感，还省了上车推坡的煎熬。更友好的运动门槛下，车子也不容易吃灰了，于是纷纷用脚投票选择了e-bike。电助力从表面上看和传统自行车并无差异，但在车架内埋藏了一颗小小的电芯和整个电机系统，骑行起来就仿佛被风推着走，上坡路段也和平地骑行一样轻松。电助力相对于电瓶车容量大大缩减，这一方面降低了重量，另一方面也让e-bike更加安全。虽然电池容量小了，但因为人力的介入和电机系统的精细控制，它的续航里程跟续航最长的电瓶车也是不相上下。e-bike 通勤半径通常能达到10至100公里，续航速度能够轻松达到25公里每小时，10公里的路程不到半个小时就能轻松抵达。这个通勤时间是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且 e-bike 能通过调节电机输出大小、助力强度来控制心率，长时间保持高质量的有氧骑行。在疫情期间适度的锻炼，提高免疫力是尤为重要的。同时接近通勤和健身双重属性，可以说把电瓶车和自行车的优点做到了完美的结合。我们频道的伙伴宇宙电动也是正在不断超越自己的新锐 e-bike 制造商。创始人阿成在接触到自行车运动后，便不可救药的爱上了骑行。他想着自己造一辆能让更多人哪怕在高原海拔的西藏也能骑的车，然后他就去造车了。原本我们去年想找个机会一块去藏区拍东西的，因为我还挺喜欢拍片子的，但是2022年大家懂的，根本没去成。新的一年终于有机会可以拍大片了。作为朋友的我很高兴他在去年这么魔幻的一年里依旧取得很大的进展。上半年是真的苦，工厂里很不顺利，幸好下半年第一批交车反馈都很好，到年底忽然把迪拜市场打开了，也许是迪拜人足够枯燥吧，比较好卖。接着人民日报也上了，杭州的新店也终于租了下来。过年前返乡的最后一天，他带我去运河天地看，据说之前这家店是卖二手兰博基尼的，最后坚持不下去了，连门口的旧车都没给拉走，不过肯定是坏了。但他依旧还是兴奋地给我描述他新店的规划。街上很冷清，正对面是个影院，也很冷清，希望春天这里不再冷清。在我眼里，电助力自行车和传统自行车相比，究竟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更自由，给了人们多一种选择。它可以在早上通勤中成就一次无憾的骑行，周末有了它，又可以到几十公里外的市郊呼吸新鲜空气。面对高海拔，e-bike 更像是一根登山杖，凭借它可以更省力地登上山巅。我特别喜欢一本书《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里面有详细写在高海拔自驾和骑行在体验上的区别。进入高原，踏上探索之旅的门槛，只在有一颗是否向往自由的心。只要有心，一切就有可能。而有一些山就是值得我们全力奔赴的。更美好的风景总是在那些人迹罕至的险峰之上。e-bike 只打算帮你超越自己，以骑行的方式去探索更多未知的地方。很多人体验过就会很喜欢。在宇宙电动之前，没有电助力自行车在5000米海拔以上高寒地区进行极限长测。有的人说这是很荒唐，可是大家还年年都要去。最近公路车系列 Model A 和主打山地的 Model R 系列也推出了4款新配色，其中 Model A 的黑金色更是我极喜欢的，即使内嵌了大容量电池，也丝毫不减公路车形体的优雅。两款车整车零部件均选用国际高端大牌。禧玛诺变速套件下流畅的骑行体验只是基础，在 LG 的电芯加持下，能够轻松突破100公里续航。APP 自带防
防丢功能，出门刷街停车也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其搭载的8方中置电机250瓦额定功率，仅3000克不到的重量却能输出95牛米的扭矩，与专业车手高灵敏定制的算法，让你享受人车合一的骑行快感。自行车的内核究竟是什么？是更快、更高、更强，还是更累呢？我很喜欢的一位运动员萨甘，在参加完去年8月的e-bike世锦赛之后，也说电助力自行车让他的心率达到了10年来的新高。说到底，自行车只是一个工具，决定他骑向哪方的一定是人。身体强壮者可以借助电助力登上未曾达到的山巅，体力匮乏者也可以凭借电助力的辅助加入这一项运动中来。骑行的初衷本就是超越自己去更远的地方，在未来几年里会有更多朋友骑着电助力加入骑行大家庭，所以请不要排斥他们，并非每个人都能时刻保持体力的巅峰，并且你也不知道他的目标是否是远方的珠穆朗玛峰呢。